欢迎大家来我旧金山湾区硅谷的线下见面。一个全网10万关注的旅行小博主与粉丝线下见面会是什么样的体验？继第一次在洛杉矶与4位观众朋友见面，第2次在圣地亚哥与5位粉丝伙伴徒步，这第3次在旧金山，我们来到了被称为湾区小瑞士之一的绿地公园畅聊踏春，一共来了16位可爱的朋友。而这回见面又会聊到哪些有意思的话题，或是被问到直击灵魂的拷问？我想了解就是全职做视频旅游博主，就是需要准备什么，然后收入的构成之类的。哇塞，这直击灵魂了！见面那天阳光明媚，我们相约在了公园湖边的野餐桌旁。非常感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么特别的线下观众见面会。大家都是因为看到我的视频然后相聚，都是非常有缘的。我就是其实想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是想跟大家多一些交流，最主要的是想听一下大家对我这个视频的一个反馈呀，或者是你觉得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呀。所以今天这个大概的一个简单的流程就是还是大家可能有一些彼此认识，但是我们还是做一个集体的这样自我介绍。然后自我介绍之后结束呢，我想说就是在群里面不是发了2个徒步线路嘛，如果要是有聊的实在特别合拍的朋友，可以自行约饭，这里就不做强行的大家集体挽留。所以就大概我想的一个简单流程是这样吧。怎么样，还可以吗？可以，对对对，可以，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自我介绍的话，就从我自己开始吧。那个，我就叫千游阁主，是网络的名字啦，你们可以叫我阁主，但是生活中也可以叫我 Sherry 啊，我姓陈，就住 Sacramento， 所以离这边都挺近的。我自己是做这个旅行自媒体，兼职太极私教。所以呢，要是有想学这个太极的朋友，也可以我们一起学习，用一种比较养生的方式去锻炼身体。那我们就是这样顺着来一圈。OK， 叫吴也，我是本身摄影师出身的，但是我很佩服我们的阁主，他从摄影师角度，他的视频拍的也好，我觉得你还是保持这个风格挺好的。哦，好的，好的，好的，以后还会继续进步的。我们都是他的崇拜者。我是快70了，退休，来这儿8年了，英语基本不会。已经70了，英语基本不会。然后也就50多啊。谢谢啊，这个博主是我最重要的拐杖。我怎么看他的视频呢？我是先在官网上拿地图打开，然后他说到哪里，我就地图上马上找到哪里。然后他说完了，我再看2、3遍呢，就记住了。然后我自己呢，在手机上记事本里写好，所以呢，就是博主给我很大的方便，就是我把一切都在脑子里搞定了再出去。我了解到阁主是因为，就我媳妇看这种视频比较多，然后我们有时候一块晚上吃饭的时候看那个视频也会看到。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期讲那个火车的那个什么加州的那个加州和风号。对对对。哎，我也是因为那个开始看了，知道了。对，反正就是非常感谢有这样比较轻松放松的这个视频，然后让我们了解到一些不同的体验。感谢。我看芝加哥那一趟，还有一趟去芝加哥的火车。对，一个是旧金山到芝加哥，一个是西雅图到洛杉矶。我今年可能还会再做从洛杉矶到芝加哥这一条线。我就是感谢博主带我，就是见识了很多我还没去过的国家。那个就是安卓斯湾顶那个，我看了2、3遍，就是属于很刺激，就是看得我脚软，但是就是我应该一直都不敢走。对，还有看 Angel Landing 那个，其实我一开始也不太敢爬，但是我朋友就鼓励我爬，然后我就提前看了博主的视频，相当于预习了一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那你后来上去了吗？后来上去了，就没哭呗，像我一样。好厉害！那你真的好感人。哦，那就是全靠后期剪辑，多加一些背景音乐，也很崩溃。就是其实当时只是拍了一个哭的镜头，然后你要加一些前头后面把故事搞完整，就多加一些料嘛，就是后期来凑合。哎，只要我一哭，流量就来了，我跟你讲。这个话说的没错，真的。比较真实的那个。对，博主我第一个看的视频是那个
仙掌国家公园啊，苏阿柔。对，我当时就觉得，哎，除了就是旅游本身，就还讲解了很多关于仙掌的一些知识点，然后这个让我就是粉上博主的一个原因。对，你那一期我记得特清楚，抹了个大红唇那个封面上。后来发现不适合我的风格。平常因为上班有时候累嘛，看你的视频主要就感觉很放松，然后有很多地方就是也学到很多东西嘛，有些博主的文采特别好，然后又能给我们就普及很多那种知识点，所以这些是我就是坚持看见每一个视频的一些主要原因吧。其实我对就文采这个是我做视频最头疼的部分。特别好，我觉得你文案特别好。就是我大概我感觉我又费了90%的脑力去写文案，然后剩下10%就剪辑怎么样。你用 AI 吗？用 AI。原来我是自己写嘛，但现在 AI 对我来讲只是把我现在想说的这个旁白让它给我说的更通顺一样。对，就是 proofreading 这种感觉。但是他给我收集信息，我还是不太相信，我还要去 double check， 因为经常会有人说你这个地方讲不对，那个地方讲不对，所以你就要从好几个地方来确定你这句话讲的对我到底对不对。但我觉得你的文字描述是你区别于别的大部分博主的，就是我其实 follow 的旅行博主不是很多，但是我 follow 你，第一我是觉得你是有条理性的，是在做旅行路线的，比较有条理，1条、2条、3条。第二就是你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或者一些自己情感的抒发，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觉得你区别于对我来说你区别于别人的原因。我也是这样认为。之前我还跟我老公说过，我说你是不是学文学的还是怎么？然后你文案写的超级好。你的那个讲解，我马上就想到上地理课呢。上地理课，是的，有好多地理知识讲得很到位。所以我觉得我的观众都比较有高质量，很多功课了。我感觉看的时候内心就很平衡。像那个二区的行程之类的，对，就完全是一节完美的地理课的。还得有一些流量爆点，比如说脚崴了，这个是容易造成印象深刻的，哭啦、脚崴啦，这个镜头摔啦，然后又说是自己那个动作没做好，假装没事一样走过来，那就挺有意思，给人家。然后天要黑了，我得赶快走啊！还有一次是在什么，我干嘛要这样？这么就是回去很晚了。一累就碎念的在那儿，觉得我为什么要来？因为有一点我特别有同感的，就是因为他不开车嘛，就我开车，我走路我还得留一份体力，回到那个停车的地方再把车开回去，所以他走，我就替他想，他怎么不留口力气开回去呢？车子就在碎念了。是，好，那我们继续来。大家好，你们可以叫我 Alan。我也是在湾区小厂里面做牛马做测试的，没有芯片那么高级，但是测你们做好的芯片，这也是算是相关吧。他们的上面，我认识阁主主要是3、4年前吧，当时是看到一个他好像在国家公园里面大峡谷还是哪里开着一辆白色的车在里面露营的视频。对，我就觉得在国家公园里面睡觉应该比较有感觉，是，对，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看了你很多视频，然后我就决定那年的7月份，就是正好有一个独立日假期，我请了1周的假，就策划了一个小黄线，美西小黄线，好像您走的是大黄线，因为在规划路线的时候，我也看了其他很多博主，但是我发现还是阁主的最有条理，还有把各种注意事项都写出来，就像大家说的一样，非常有条理。然后我又回看了她最早的视频，好像她原来是学武术的，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挺靠谱的，她做的规划应该也挺靠谱，所以我基本就复制了她的那些路程，对，就复制了那些线路，走了一趟7天的，所以说您的视频给我非常大的鼓励，所以还是非常感谢阁主。我是小张，30多，可能没办法当老张了，2位前辈。那我去年1月从德州开过来的，也是为了工作嘛，就开着我那台小面包这样子。然后一路有国家公园就拐进去。然后到处睡，反正我就睡车上。
然后还真的是看到了你视频里面有一个 BOM 拿好睡，我真的就用定位，然后就在国家公园外面，然后大家也是靠着一个数字，就那个 GPS 的编码，然后就一起聚在那了，就很有意思，也是看你的视频才知道，也是细工。牛马，是。那我是做这个芯片散热的，所以可能也在中游。一条龙了，牛马结合。今天怎么了？对，确实。你们几个可以开一个公司。不愧是一个全球链都在这，都在这儿，从上游到下游。从下游。然后看看那个，那我们现在就去徒步。我们来到的公园属于圣何塞所在的康提公园。每年从2月到4月的春天，是它一年里最漂亮、最有生机的时候。山丘被新绿覆盖，干净又开阔，所以它有湾区小瑞士的称号。虽然被叫做小瑞士的公园，在湾区不止它一个。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这里是一个很适合日常休闲放松和徒步登山的好去处。只不过今年湾区的春天来得有些猛烈。我们见面的3月末，午后的气温就已经快接近30摄氏度。哎呦天，见这么热！我从来没这个点喝。我可以告诉你。哇，那今天出来的人都是铁粉啊，都是真爱啊！这么热的天，能出来的人都是爱户外的人。大家跟着我的旗子走啊，然后我在最后一个。所以原本应该是最鲜嫩的绿色，现在就已经开始有点泛黄了。在见面之前，我原本只计划和大家走一条相对轻松、很短的一条线路，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大家对户外的热情。最后在烈日下，我们走了一个3英里多的环线，湾区户外拉练。没想到今天选了一个大晴天，山坡上非常的热，大家热情也非常的高。而在这次的徒步中，我发现一个人的徒步是你与风景的对话，注意力在远方。当一群人一起走的时候，注意力是近处的人和彼此之间有趣的互动。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天游旅行团。我感觉你现在还能说话，对呀，我觉得，哇塞。California poppy。耶，我们攻占这个山头了。比较彪悍。那前面那当我们走到整条线路的最高处时，眼前这片圣何塞所在的山谷，就是大名鼎鼎的硅谷，一片孕育出世界顶尖科技的土地。当我们站在山坡上时，可以全方位地感受到自然与文明在这里和谐的交替。听起来鹰先飞走了。从艳阳高照的山坡上走下来后，到树荫下聊天也是十分的惬意。还有朋友们对旅行博主的一些好奇提问。我想了解，就是全职做视频旅游博主，就是需要准备什么，然后收入的构成之类的。哇塞，这直击灵魂了。
是这样的，就是说，自媒体的收入分几种嘛，一个是你带广告，一个是靠流量，就是很多人看那种的，超级多看，像我都不属于靠流量这种，然后要不就是你线下变现，所以你看你自己的目的是啥，以那个目的来倒推你想做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会做手工的这种东西，你最后的目的是想把你东西卖出去，然后呢你再倒推说你会需要什么样的 camera， 所以其实最后的收入组成还是以你线下变现那个比较多一点。所以我现在能做的线下变现就是目前在做付费咨询嘛，然后就可能我只是花30分钟60分钟，会告诉他你这个线 OK 走，然后或者是说有更好的线路，你的这个建议对我来讲有一些帮助，但是我最后还是希望能带团，这样的话我可以跟这个专业的旅行社导游合作。以我目前来讲的情况是，核心是我比较喜欢旅行这件事儿，然后呢，而且这个做视频的过程也是挺享受这个过程的。至于这个结果，有的时候一期视频出来那个流量惨淡的，也会有一些焦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像太官方了呢？那你有没有谁打算辞职做全职自媒体呢？其实兼职就行，对，你可以先做一做，然后你就走第一步才知道第二步往哪儿走嘛。你看你喜不喜欢什么的。但是我其实做的算是很龟速的。你看他们经常，如果你做金融类的，可能大家都对金融感兴趣的话，那他们真的是1年的成果能顶得上我3年的成果，就非常快。对，那个小林说的。那还不是没有那么大呢，就是很小的小博主都长得非常快。是吧？看来方向就是什么，我32岁了，已经财富自由2年，要不要点进去看一下我如何做到的？就这种都是你能不？对啊。问题是，我已经财富自由了，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视频呢？标题，让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些建议，大家都嫌多吧。比较贵一点。以前组织过，但是volunteer 组织的，就是有50多个人一起，但是因为大家都是 volunteer，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好人，然后比如带卡拉 OK 啊，然后带一堆调酒的东西啊什么的，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活，然后所以整个晚上就很开心，一边大家在唱歌，一边去一个地方点酒，然后给你，然后有的人去烤肉啊什么的，就是遇到好人。那天我们在树下聊了很久，满足了大家对旅行博主的一些好奇，也听到了朋友们分享自己有趣的旅行故事。我想这就是旅行博主最能区别于其他类博主的地方，因为旅行本身从人生体验角度来讲，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值得被分享，值得被看见。有小伙伴说，今天这样的户外活动特别的去班味儿，从身体到精神都能从日常紧绷的工作状态中抽离出来。和硅谷常见的社交模式不同，我们这样的博主粉丝线下见面是一份很独特的体验。我很开心能听到这样有温度的回应，所以也想再次认真地说一声感谢。感谢朋友们对我视频的支持和每一位来到现场的朋友，这让我感觉做旅行视频不是一件孤独的事儿。即便出行的时候只有我自己，但当视频发布的那一刻，就好像有成千上万的人随行。这是一份信任，也是难得的真诚。如果未来再有机会真的可以一起出行，那一定是更期待的旅程。那接下来我也计划着在美国东部城市的线下见面，如果你有兴趣参与的话，也可以邮件或私信我，让我们继续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